古往今来，有资格称为世家的，必须得是名门望族，必须要有两样东西：一是异常殷厚的财力或生产资料；二呢是无与伦比的圈层话语权。翻译成人话，想成为世家，首先要不差钱，绝对意义上的不差钱；其次呢是要有足够的权威，说话好使。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如果我也想参与到乱世的舞台当中，金戈铁马，博个名声，我应该做点什么呢？有几个人我们可以学习一下。要么学汝南袁氏，从袁安开始，袁敞、袁汤、袁逢、袁伟分别担任过大汉的司徒、司空、太尉、太傅，号称四世三公，所以袁绍一出山就是雄职司隶校尉。或者学杨修，祖上有杨震、杨炳、杨赐、杨彪，全都做过大汉的国防部长，史称四世太尉，所以杨修可以轻松举孝廉，并进入曹操丞相府做主簿。也可以学让梨狂人，屈服孔融。有一个20世之前的震烁古今的老祖宗孔子，是当世有名的文坛豪杰、士人领袖，所以孔融就可以前怼国贼董卓，后怼丞相曹操。最后我们还可以参考曹操老爹曹嵩的路径，只需要花1亿钱去买一个太尉的官职，就可以一步到位喜提三公待遇。所以呀，没有资本谈什么乱世舞台呢？那么问题来了，汉末的这些世家都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我怎么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呢？400年前，始皇帝横扫天下、统一寰宇的历程，让整个中华大地的政治结构和阶级关系大大的转变了。那些自周朝以来遍布六国的高高在上的世卿世禄的贵族老爷们，被始皇帝全都扫到了角落里。尽管还有楚国贵族项梁、项羽、韩国贵族张良等人参与到灭秦战争和楚汉战争当中，但是等到大汉建国的那一刻，朝堂上活跃着的大多数却都是草根阶层。比如开国功臣多是亡命无赖之徒，萧何、曹参闹革命前算是个有正经编制，其他人呢，诸如陈平是底层落魄文人，樊哙是杀狗的，周勃是丧葬队吹箫的，灌婴是卖鞋的，娄敬是拉车的力工等等。所以在大殿上举办宴会的时候，皇帝的好哥们儿一个个酗酒吹牛，喝嗨了互相拔剑决斗，要么就是逮着大殿上的柱子一通乱砍，连高祖都对这帮子草莽无可奈何。因此呢，在西汉早期，连皇帝和贵族都是出身底层，鲜明的平民性让社会阶级的流动异常频繁。你可能昨天还在放猪，今天就被征辟为博士，明天就已经是大汉的丞相了。例如公孙弘先生。在这个时候，阶级固化还不那么明显，想成为世家有一个简单的路径，先成为豪强。在大汉建国初期的农村地区，乡村大多数都是自耕农，一家一户，生活本应该是自由又安逸的。但是细民百姓自给自足，有的就要动歪心思了。他们当中有的是一些六国旧贵族的后代，依靠着曾经圈养的子弟、臣妾、仆役、宾客，组织起一大帮人，专横跋扈，呼啸而来，横行乡里。有的是官僚地主，尽管不是什么官，但却是吏，仗着在自己本地有个编制，可以轻易动用政治权力欺压小民百姓，因此巧取豪夺，侵占土地，并兼并生产资料。还有的是一些商贾，宗族祖祖辈辈积攒的物质财富，可以让他们轻松地度过灾年，并在灾年轻易地兼并别人的土地。所谓你卖我买，有何不可？这种在广大农村地区发生的潜移默化的豪强化的现象，让京城里的大人物渐渐坐不住了。他们不禁生出一个疑问：如今的基层和农村到底是大汉的，还是这些豪强的？于是冷酷的统治者随即递出一把快刀，文帝、景帝、武帝开始强力整治豪强，酷吏上任地方。但是基层的情况到底有多夸张呢？酷吏治都到任济南国，发现当地豪强剑士仗着同姓同宗有300多家，仗着族里人丁众多而胡作非为，以至于副省级的官员都治不住他们，必须要大汉中央派专门督导组。那么朝廷整治豪强有效果吗？应该说是有的，毕竟在强势镇压之下，义纵、宁城、张汤、智都、王温书这些酷吏，哪一个不是把豪强杀得人头滚滚？但是吧，整治的效果其实也没有那么好。只要你躲过了武帝时代苟住发育，并在此期间努力侵占土地发展农业，努力占有山泽丛林，加工农副产品，发展副业，
聚集富家子弟，把丰富的物资从此处卖到彼处，发展商业。那么，在100年后的东汉时期和300年后的东汉末年，你就可以带着族里的亲戚、宾客、仆人，参加到逐鹿天下的投机活动中去了。比如，光武皇帝刘秀他哥刘演起兵造反的时候，元始国本身就是自家宗族的7、8千子弟，刘秀呢，本身就是南阳郡的豪强地主。再比如，刘秀的老爷樊家也是集富商地主于一身的大豪强，家里田产300顷，也就是上万亩的良田。到了三国，资助刘备先生的糜竺一出手也是相当阔绰，不仅拥有仆人宾客上万人，而且财产亿万。刘备缺什么就补什么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人多势众，不差钱。除了昭烈皇帝，公孙瓒也喜好结交富商巨贾，甚至还跟身家上亿的大商人约定为兄弟，他自己做老大，其余的富商做2弟、3弟、4弟。这种场景以至于魏国皇帝曹丕也感到很震撼，他在典论论文当中把这种场景描述为名豪大侠、富家强族纷纷大义兴兵，高举义旗，一时间群雄并起，风云激荡。所以想成为呼风唤雨的世家，第一条路径就是成为好友，也就是《汉书》里面常见的世家、富人、豪杰，《后汉书》里面常见的豪族、巨商、大族等说法。如果你感到成为豪强有点困难，这儿还有第2条路径。虽然豪强大侠在乱世激荡的年代可以带着股本逐鹿中原，但是豪强在清贫富庶的年代却始终都是中央政府打击的对象。朝廷屡屡指责这些好友为武断相取，说他们这些大姓都是群盗，整天在乡里为非作歹。也正因此，两汉经常出重拳打击这些豪强。景帝、武帝重用酷吏，往往变法措施之一的恢复井田制，甚至光武皇帝刘秀登基之后，3令5申的大规模检查田口，也就是渡田，目的都是为了打击地方好友，释放他们侵占的土地。但是有一类有权有势的家族却能够在乡里颐指气使，发号施令，声量比起一般的豪族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，同时还能跟人谈笑风生。豪强并不能成为世家，世家嘛，那得是世世代代吃朝廷俸禄的人。这就是即将出场的第2类世家代表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家——官场世家。这些家族有组织更专业的政治排列和布局，使得他们身在官场中的人可以获得巨大的声望和权势。钱和名有一样就可以了。所以作为官场世家，即便你在老家没什么丰厚殷实的田产，也没有呼啸聚集的宗族子弟，也没有巨亿的家产，只要抓住机会，一样可以显赫一时，福荫子嗣。最典型的就是东汉末年的那些风云人物，有一些人早年发家的时候，也不见得是根据雄厚资本起来的。比如刚才讲到的4世太尉的弘农杨氏，看起来是异常煊赫，但是他的祖上却也不是什么大地主家庭。虽然弘农杨氏在西汉时期就有爵位，但家道早早就中落了。到了东汉的时候，杨震年过50才开始当官，汉安帝的时候才举茂才，而在此期间近乎100年间，杨氏都没有入位。另外一个4世三公的汝南袁氏，最早西汉时期的元良，只不过是一个200担左右的太子舍人。往后数3代，袁氏发达第一人袁安，最初参加工作的时候，也不过是县里的一个工陶，后来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，才官至3公。可以说，只要进入官场，就可以凭借着官身获得远超过豪友的声势与威望，可以合理合法地调用更多的、更稀缺的社会资源，建立更广泛、更高端、更有能量的朋友圈。如果世世代代都当官，那么就可以世世代代地占有社会权利，优先享受物质利益，并且拥有远超过小民百姓乃至其他官员的政治特权以及民间威望，最终能够凭借以上种种利好，世世代代的累积，从而以更精致的方式扩大自己和家族的利益。所以东汉末年的官二代，不是官 N 代的杨彪，面对活畜生董卓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听说董卓意图迁都之后，当场怒斥，毫不留情。结果又是废立皇帝又是吃人肉的董卓，却只敢把杨彪免职，并且没过几天就又把杨彪升任为大鸿胪。杨家在朝中的地位可见一斑。我劝诸君穿越到东汉末年的时候，还是不要跟董卓顶嘴，骂董卓的是世世代代做军委委员的杨彪，
拔刀相向的是家里满是副国级干部的袁绍，阴搓搓想要暗杀董卓的曹操，他爹是大司农，他爷爷是大长秋。这样看来，一个普通人想要成为官场世家，时间成本也太大了，至少要积淀3代人几十年。那有没有更快一点的办法呢？其实还真有，那就是最后一种路径，成为士人。什么是士人呢？标准的定义有很多，在不同的年代说法也不一样。如果通俗一点的概括，那就是读书人、知识分子。逐渐兴盛之后，知识向下拓展，先秦诸子百家和士人阶层孜孜不倦地投身于春秋战国时代乱局当中。这种旺盛的政治热情让始皇帝感到很担忧，因此呢，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禁书政策。有多严格呢？严格到大汉皇帝刘邦年轻的时候都因为禁书政策而无法读书，并且因此沾沾自喜。不过世间事没有一件是能够一读了之的，既然不让人读书是不行的，那我就规定官方教材，指定培养单位，这样把读书人囊括在自己手里不就可以了吗？因此进入汉朝之后，汉武帝开始重视教育，兴办国家支持的公立院校，史称令理官劝学。总负责人就是开篇我们讲过的，前脚还在放猪，后脚就当上了丞相的公孙弘。国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编制，称为五经博士，而且这些博士还可以招生吸纳子弟。这就是教育史上一次石破天惊的变化，太学制度诞生了。一句话理解太学，里面是一批以文经研究为主业的国家后备干部。一开始太学里面的编制比较少，汉宣帝的时候只有博士12人，这时候想要进入太学确实比较困难，真的需要家学渊源。不过到了王莽时期，太学就扩招了，达到了惊人的1万多人，而且不仅官学发展兴旺，各地区的私学也是尤为兴盛，全国各地的大儒开门招生的比比皆是。如果你有心，就应该意识到，任何编制一旦扩招，尽管编制本身的含金量在缩水，但是对于尚且还是白身的人来说，那都是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，都可以趁机快速上车。一旦上车之后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拿到创业的门票了。太学生和大儒子弟的身份是一张闪亮的名片，可以让人轻松地打开局面。例如东汉帝国的缔造者们有很多就是太学生或者士人子弟，排在首位的就是东汉的光武皇帝刘秀，他曾经求学洛阳，是首都里的太学生。此外，云台28将当中，大司徒邓禹是刘秀的同学，洛阳太学生。左将军贾父是武阴县李生的弟子，精通尚书。建威大将军耿弇，他父亲跟王莽的弟弟是同学，俩人在安丘先生门下学习老子。建义大将军朱佑是刘秀的发小兼同学。征虏将军寨尊，不知道他的同学是谁，但是史书明确说了，寨尊早年喜好经书。骠骑大将军景丹曾经求学洛阳，是太学生。太中大夫耿纯曾经在长安求学，估计也是太学生。偏将军王霸跟耿纯一样，也在长留过学。开国领袖都有这种好学有文化的特征，直接影响了东汉后来的发展。整个东汉一朝，儒者气象特别的明显，社会各阶层都在疯狂的学习。到了东汉后期，洛阳城里的太学生已经在经年累月的扩招之下，达到了庞大的2-3万人。同时，民间大儒招生、开办私学的景象也是日夜兴盛。实在，那些大儒门下的学生动不动就是几万人。例如张兴，先举孝廉，后任博士，连皇帝都曾多次请教他学术问题，由此声名大振，前后注入的弟子高达上万人。再比如经学家牟常，他每次上课的时候，前来听课的学生就有1000多人，前后入住门下的子弟有上万人。再比如蔡玄，是通学五经的大知识分子，他更夸张了，家里仅门徒就有1000人，门下子弟更是高达了16000人。这么多人聚集在他们门下求经问道，你说他们是知识分子互相交游，我怎么感觉他们更像是一个利益团体互相抱团取暖呢？很快，士人当中一些偏激者就开始昂首怒放，遇强则强了。杨正年轻的时候跟着范生学习梁士义，老师范生一直想要个儿子，前前后后一共娶了3任妻子才得偿所愿，但是被休的第2任妻子却是越想越生气，他一怒之下一张诉状
将范生告到了御前。原来按照制度规定，只有公侯伯爵和贡献卓越者才有资格娶妻纳妾，普通百姓和一般的官员仍需要恪守一夫一妻制。范生既是大儒，又是朝廷命官，本就应该率先垂范，可是私下却伤风，竟然是左中郎将杨正，赶忙问一问发生什么事了。弄清原委之后，光武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当即下诏启杨生师，放还杨正老师。范生得救，而杨正也就因此名声大噪。光着膀子拦御驾的造型很帅，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还是薄弱，杨正这样的机会毕竟还是少。于是名士们以祖师爷孔子曾经周游列国为名义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郊游，经常的跨州跨郡，动不动就成百上千人的倾巢出动，上万人的情况也不在少数。骄傲的名头也有很多，有的人仰慕大师，不远万里前去拜师学习，有的人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，一定要去中心大城市学习，还有的人热衷于送别先贤，参加名士的葬礼。譬如名士郭泰去世之后，四方2000里之内有士人数万人来送葬。陈实去世，海内3万人前来送葬，大将军何进还专门派人来吊唁。这种场景实在是太过于震撼了，所以东汉人口中所说的天下士大夫如何，海内士人如何如何的时候，确实并非虚言。当然，光是学问大，光是人多，还不能称之为人上人。最关键的，你得把持舆论，得去影响国家人才选拔，得让自己的话语权凌驾于政府之上。因此东汉末年各地都出现了品评人物而著称的名士，最典型的就是许绍、岳旦嫔，每月一次针对专门人物事物的评价判断。此外，刚才说的名士郭泰，只要你获得了他的认可，那么你就可以顶着郭泰优选的名号，顺理成章的被政府察举征辟。这件事儿依然让曹丕很感慨，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未成乎司门，明定乎横相。不仅如此，在东汉末年，名士的品评要比政府在征召更值钱。有抱负的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品评晋级，把时间都用在了交由士人上，而在此期间，无论政府是3查还是9征，这些人通通不接受。其背后的逻辑就在于，政府今天征召我，只能给我一个科员的职位，但是只要我跟一些大儒名士关系好，经他们的品评之后，我就可以一步到位被征召到中央做副局级的干部。那么不仅品评被征召之后，吭哧从科员干到副厅，那得花多少年？经过品评，副厅职位唾手可得，我为啥要接受你的征召呢？我们之前有一期说过，自东汉晚期以来，文人士人阶层都喜欢搞小团体，互相给对方戴高帽，博名声，求大官。后汉书里面称他们为相互标榜。这些小团体都有什么呢？比如3军，即3个堪称当世士人宗师的人物，里面比较出名的就是窦武、陈蕃，俩人后来带着大学生冲击皇宫去了，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讲。比如八顾，即8个能引导他人德行的人物，最出名的应该就是单骑入荆州的刘表了。比如八厨，即8个能仗义疏财救人的名士，出名的有泰山人胡母班、张邈等等。总之，掌握了舆论引导权，进而去掌握人事建议权，甚至人事选拔权，那么你拥有成为封建统治阶层的钥匙了。不论在物质上，你是异常清贫，加巧取豪夺的手段成为好友，垄断地方的吏员职位；二是努力考公考编，世世代代当官，小官也不怕，因为只要有一人达到权贵，那么就能实现封妻印子、绵延100年的效果。第3个便是接受教育，成为大儒名士，然后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接受朝廷征召，一步到位当大官。不过这种办法也还是只适用于普通人的发家。这些已经身居高位的权贵，为了保证自己的阶层和地位不下滑，往往会采取3合1的方式。官员先利用自己的声望结交名士，让名士教育自己子弟，授予显明，然后自家子弟就可以轻松且合法的走征召进入官场。进入官场之后，再借助自己的政治权势去占有财富，强化物质基础，最后再用雄厚的财富去结交当时的名流，供养子嗣教育，使他们在未来也可以像自己一样走明镜入仕的路子，继续当官。这样财富、名望、官职就可以在自己家族里去可怕的怪物，那就是困扰南北朝350年的门阀世家。不过到那个时候，
皇权低落，政权不稳，江山风雨飘摇，那就是另外一段故事了。拜拜。